全球人口暴涨，各大宗教都在扩张，唯独佛教10年减少1900万，占比从4.9%跌到4.1%。本期虎先生奇谈探讨佛教为何日渐衰退。有没有发现一个很真实的现象？如今我们身边真正把佛教当成终身信仰、潜心修行的人越来越少，而把寺庙当成祈福打卡地、临时许愿池的人却越来越多。大多数人对待佛教的态度都是逢年过节匆匆上山烧一炷香，求事业顺利，求子女学业，求家人平安。心愿许完转身就走，平日里从不读经，不修行，不持戒律，甚至连基本的佛教常识都不愿了解。大家对佛教只剩下功利性的祈求，少了发自内心的敬畏与归属。这种浅层化、仪式化的信仰状态背后藏着一个不争的事实：佛教正在现代社会中悄无声息地走向衰落。这种衰落不是突然的崩塌，也不是教义失去了价值，而是在全球人口变迁、宗教格局竞争、社会生活模式迭代的大背景下，一点点流失群众基础，弱化社会影响力，从曾经深入人心的主流信仰，慢慢滑向小众化、精英化的精神点缀。如果抛开主观感受，用真实的数据来看，佛教的衰落趋势会显得更加清晰且扎心。国际权威机构皮尤研究中心曾发布《世界宗教的未来》长期调研报告，其中一组跨越数十年的人口统计数据，直观拉开了各大宗教的发展差距。2010年，全球佛教徒总数约4.88亿，占据当时全球69亿总人口的7.1%。而按照人口模型预测，到2050年，全球总人口将暴涨至97亿，足足增加28亿人口。可佛教徒的数量不仅不会增长，反而会轻微下滑至4.86亿。仅仅几十年间，佛教徒在全球人口中的占比就会从7.1%大幅跌落至5.2%。横向对比其他主流宗教，差距更是一目了然。同样从2010年到2050年，基督教信徒会从22亿增长到29亿，净增7亿信众。伊斯兰教信徒增长势头更为迅猛，从16亿飙升至27亿，新增11亿信徒。纵观全球几大主流宗教，全都趁着人口红利不断扩张版图，吸纳新生信众，唯有佛教陷入了人口不涨反跌、占比持续缩水的尴尬境地，成为全球主要宗教里唯一走向萎缩的信仰体系。放在100年维度来看，按照当前的发展增速，本世纪末佛教在全球宗教格局中的话语权和群众基础还会进一步被边缘化。很多人简单把佛教衰落的原因归结为东亚、东南亚佛教传统区生育率太低，后继无人。这个说法确实有数据支撑，却只是表面原因。全球98%以上的佛教徒都集中在中国、日本、韩国、泰国、缅甸等国家，而这些地区恰好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区域。韩国生育率常年维持在0.72左右，位列全球倒数第一，远低于人口正常更替所需的2.1基准线。日本生育率稳定在1.3，人口早已进入负增长阶段。泰国生育率仅1.2。2023年新生儿数量相比1968年直接腰斩，中国当下的生育率也处在低位水平。低生育率直接导致佛教家庭的代际传承断裂，没有足够的新生人口补充信仰群体。更关键的调研数据显示，佛教家庭的后代信仰流失率极高。在韩国，超过60%的佛教家庭子女成年后彻底脱离佛教，不再参与任何宗教活动。日本有近50%的年轻后代放弃家族传承的佛教信仰，转为无信仰者或追随其他生活方式。即便在我国，也有调研数据显示，每100个出身佛教家庭的年轻人里，就有22人成年后不再认同佛教信仰。但如果只把衰落归咎于生育率，根本无法解释核心问题。欧洲同样是基督教核心区域，当地生育率也长期低迷，可基督教并没有因此衰落，反而依靠向外传教，在非洲、拉丁美洲大规模吸纳信众，弥补了本土人口的不足。中东伊斯兰教本土人口增长放缓，却凭借强大的社群凝聚力和传播力，在东南亚、非洲腹地持续扩张。别人能靠传教、靠社群留住人，佛教却做不到，这才是衰落的核心症结。究其根本，佛教在现代社会彻底失去了基层生态位，沦为了人们临时寄托心愿的许愿池，却没能成为普通人赖以生存、融入生活的社交圈和互助圈。我们可以很直观地对比不同宗教的生存模式，就能看懂差距所在。对于欧美普通民众来说，教堂从来不只是祷告的地方，更像是自带宗教属性的社区服务中心。哪怕一个人没有太深的神学信仰，搬到陌生城市后加入教会都是最快融入当地的方式。
周日固定的集体聚会，邻里之间的美食分享，日常的互帮互助，甚至职场工作的内推机会，孩子的玩伴交际，都能在教会里实现。信众之间形成了紧密的人情网络和利益共同体，一旦脱离这个群体，就意味着失去了社交圈、人脉资源和情感归属，自然不会轻易放弃信仰。而在巴基斯坦、东南亚等底层聚居区，清真寺更是承担起了平行于政府的基层治理功能，免费为贫困孩童提供基础教育，为失业民众对接就业渠道，为困难家庭提供物资救济，红白喜事全由社群牵头帮扶，牢牢绑定了普通人的现实生活需求。这种深度嵌入日常生活的模式，让宗教成为普通人一辈子都离不开的依靠。再看我们身边的佛教，完全是另一种状态。国内现有登记在册的佛教寺院约 3.35 万座，其中汉传寺院 2.8 万余座，藏传佛教寺院3800多座，南传佛教寺院1700余座。每年进入寺庙祈福的人次突破2亿，灵隐寺节假日单日最高客流突破10万人次，少林寺年接待游客更是超过300万。看似香火鼎盛，人流如织，可真实的信仰内核却十分空虚。相关社会调研数据显示，我国名义上有佛教信仰的人群规模看似庞大，但真正皈依、恪守修行戒律的核心信徒仅在4000万至1亿之间，只占全国总人口的 3% 到 7%。更刺眼的年龄结构数据是，佛教信众里60岁以上老人占比高达 54.6%， 25岁以下年轻群体占比仅 28.9%， 信众平均年龄达到45岁，是所有宗教中老龄化最严重的。绝大多数人去寺庙都是无事不登三宝殿，87%的普通信众一年进寺庙的次数不超过3次，只有春节、中秋、初一、15或是遭遇人生变故时才会想起上香许愿。香客与香客之间互不相识，没有交流，没有往来。普通信众和寺院僧尼毫无交集，没有定期的集体活动，没有社群互助帮扶，大家都是原子化的个体，带着功利心而来，放下心愿便转身离去。佛教从来没有走进普通人的日常起居、人情往来里，没有社群纽带，没有情感绑定，信徒自然没有任何归属感，不想信了随时可以抽身离开，没有丝毫心理负担和社交代价，信仰流失也就成了常态。除了社群缺失，佛教自身的教义内核也注定难以形成强烈的身份认同。在现代身份政治的大环境下，缺乏竞争力，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有着清晰的二元对立世界观，划分出选民与外邦人、信士与非信士的明确边界，构建出极强的群体归属感。这种身份认同早已超越了虔诚的宗教修行，演变成一种文化图腾和族群标签。哪怕欧洲大量年轻人不再严格遵守宗教戒律，很少去教堂做礼拜，但依然会在圣诞节、复活节坚守传统，为子女进行宗教洗礼，把宗教身份当成自身文化归属的象征。就算自身并不虔诚，一旦有人诋毁其宗教，本能的会站出来维护，因为这关乎自己的身份立场和群体荣誉。而佛教的核心教义讲究无我、众生平等、放下执着、看淡执念，这些思想作为东方哲学智慧，通透豁达，引人自省，有着极高的精神价值。但从宗教凝聚人心、构建群体身份的角度来看，却天然存在短板。无我淡化了个体的群体意识，众生平等模糊了信众与非信众的边界，不执着更是劝人放下所有身份执念。佛教从根源上就排斥部落式抱团，拒绝阵营对立，自然无法培养出强烈的我们是佛教徒的群体认同感。很多人在人口普查、信息登记时随手勾选佛教信仰，但这个身份对他们的生活没有任何影响，不决定社交圈子，不约束行为准则，更不承载精神寄托，可有可无，随时可以舍弃。更让人无奈的是，佛教千百年来沉淀下来的核心精神价值与生活理念，如今正在被世俗社会无偿拆解、商业征用，被剥离宗教内核后，变成全民通用的生活方式，进一步掏空了佛教的不可替代性。原本属于佛教修行核心的禅修冥想，如今被包装成正念减压疗法，彻底褪去宗教色彩。全球各类冥想 APP 年下载量突破5亿次，智能手表、健身设备全都标配冥想功能，各大视频平台免费的冥想课程随处可见。职场人用它缓解工作压力，年轻人用它平复情绪、焦虑，人人都能轻松获取这套方法，却很少有人会联想到源自佛教。曾经作为佛教修行戒律的素食传统，如今也彻底世俗化。
国内素食人群规模已经突破5000万，其中绝大多数人吃素是为了减肥塑形、健康养生、环保低碳，和佛教信仰没有半点关系。还有佛教倡导的少欲知足、简朴度日的理念，如今演变成风靡全网的极简主义生活风潮，被家居品牌、网红博主包装成高端生活美学、无印良品、优衣库等品牌更是把这种理念做成商业卖点。世俗社会就像一个精致的拆迁者，把佛教最有价值的精神内核、修行方式、生活理念全部搬走，剥离宗教属性，贴上科学、健康、潮流的标签，做成100亿规模的商业产业，而佛教本身却分不到任何价值回馈。等到实用的内核被掏空，留给世人的只剩下烧香祈福、超度做法事这些空洞的仪式外壳。当普通人不用皈依佛门，不用走进寺院，就能享受佛教衍生的所有精神和生活价值时，佛教的存在意义就被大幅削弱，自然难以再吸引年轻人真心皈依。站在时代的视角往前看，佛教不会彻底消亡，但其大众宗教的属性必然持续衰落。按照现有人口和信仰流失趋势，到2050年，佛教徒全球占比将跌破 5%， 彻底退出主流宗教行列。未来的佛教会慢慢褪去全民信仰的色彩，走向小众化、精英化、学术化。它会像古典音乐、茶艺、书法一样，成为知识分子、精英圈层研究哲学、静心修身的精神爱好，被少数人推崇沿袭，却再也无法融入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年轻人只会把寺庙当成旅游打卡地、祈福网红点，愿意潜心修行、坚守信仰的人会越来越少，信众老龄化、信仰浅层化、影响力边缘化会成为长期不变的常态。其实，佛教的衰落从来不是教义的失败，也不是传统文化的落伍，而是它的生存模式、组织形态和价值供给跟不上了现代人的需求。佛教生来追求的是心灵解脱，看破执念，向内修行，面向的本就是追求精神超越的人，而现代普通人更需要的是社群归属感、现实生活的帮扶、身份标签的认同。这些世俗需求恰好是佛教无法提供的。人口数据在下跌，年轻信众在流失，社群根基在瓦解，核心价值被世俗瓜分。多重因素叠加之下，佛教的下坡路已经无法逆转。它会以哲学、文化、精神、修行的方式长久存在，却再也回往日那种全民信奉、深入人心的鼎盛光景。这不是谁的过错，只是时代变了，人们的精神需求、生活方式变了，而佛教终究没能适配这场世俗化的时代变迁。